众所周知葡萄酒的储存讲究温度、光照和环境的稳定。中国商务部表示，从11月28日开始，采用保证金的形式对澳洲相关葡萄酒实施临时反倾销的措施，各公司保证金比率为107%到212%。显然，中澳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这很不符合葡萄酒10到15度的理想储存温度。而近几个月来，在紧张政治局势下，中国将目标对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这包括了煤炭、糖、大麦和龙虾。中澳关系得到了太多的曝光，也显然不符合葡萄酒喜欢阴暗避光的储存环境。就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档口，又出来一个乌合麒麟的政治漫画，早就震动了中澳两国的朝野。这样的震动造成了极大的酒分子结构的波动，加速老化，使得原本甘醇的酒体变得粗糙。正如现在的中澳两国关系难以入口。在关心这场葡萄酒引发的中澳对抗中，关于葡萄酒你又了解多少呢？处于南半球的澳洲，葡萄酒又为什么这么世界闻名？他们有哪些世界品牌？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这一期好说好说的节目就带你一起聊聊中澳关系，聊聊高贵的葡萄酒，讲讲澳洲的葡萄藤，中国的酒文化。这里是关于澳洲、关于中国的非主流杂志。如果你也想了解这些平凡而有趣的知识，就和我一起和而不同，好说好说吧。从一些远古墓穴的发掘发现，一般在考古出的葡萄酒器皿的同时，在旁边都会有很多首饰和珠宝，由此从侧面可以证明葡萄酒自古就和高贵两个字分不开。欧洲人在讨论政事、文学、哲学的时候，都会边喝边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在欧洲其实也有 In wine lies the truth。他们觉得酒会鼓励人们说出真理，可以明智，把葡萄酒推到了一个象征文明的图腾。同时，葡萄酒也跟生死、宗教有关。在基督教里，新约圣经第一个耶稣的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礼上把水变成了葡萄酒。而在最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说，面包就是我的肉，葡萄酒就是我的血。因此到现在，如果你去教堂做礼拜，都还有祷告完毕之后吃一点面包，喝一口红酒的宗教习惯。但至于为什么人们会用葡萄酿酒，这个历史已经无法考证，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比人类发明文字要早。在中国最先出现葡萄的记载是先秦时期的《诗经》，6月食玉即玉，7月享葵即蔬，翻译成白话文就是6月吃李子和葡萄，7月煮葵菜和大豆。这个玉就是葡萄的意思。而最早的葡萄酒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9年，史记记载张骞的第2次出使西域，从欧洲带回了葡萄酒，并慢慢成为贵族们的奢侈品。而随着中国逐渐对西域边疆控制力的越来越弱，加上白酒在中原地区的盛行，葡萄酒也就慢慢的边缘化了。直到1892年，山东烟台的张裕酒庄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成立，中国的葡萄酒业才又再次慢慢的兴起。而关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其实都是属于同宗的500棵法国葡萄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最初是被英国人搁置囚犯的地方。Australia 就是拉丁语的遥远的南方大陆的意思。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典故，你可以点击上面这个我以前做过的1分钟短视频的链接，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刚才说到哪儿了？是的，英国人早期发遣犯人的同时，被发配边疆的人中也有很多来自英国官方派来的管理人员，其中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水利学家就被派遣来澳大利亚修建大坝，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他的儿子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之父，这就是 James Busby。之后，这位詹姆斯还去了新西兰，又成为了那里的第一位法学家，并参与了新西兰的独立宣言，真是一专多能的人才，到处都争当第1名。而这都得益于他对葡萄酒的热爱。当小詹姆斯得知会和父亲一起前往澳大利亚时，就早早地跑去了法国各地去采摘收集那里的优秀葡萄藤，并一并学习了那里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可能你会问，他一个老牌的苏格兰人，不是应该喝威士忌吗？是的，他确实不爱喝威士忌，只爱葡萄麝香惠比寿。不好意思，说串了。1924年，他来到悉尼以后，就开始把他带来的葡萄藤种在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上。慢慢的，他开始根据澳洲当地的环境调整种植的方法和改变培育的手段，基本建立了自己在澳洲因地制宜播种葡萄藤和酿造葡萄酒的经验和心得。
6年后，他再次返回法国，引进了500株各个品种的葡萄藤，并把它们再次带回了澳洲。也就是这500株葡萄藤，成为了澳洲葡萄酒业的鼻祖。慢慢的，随着淘金热，这些稀泥的葡萄藤被移植到了我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然后慢慢又传到了现在的澳洲的葡萄酒中心南澳。可能了解葡萄酒的朋友们到这里和我一样，很自然的想到了一个名字，那就是奔富 Penfolds。奔富酒庄就是位于南澳赫赫有名的巴罗萨产区，这个品牌俨然就成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代名词。你可以去百度词条搜一搜，此品牌的地位那一栏赫然写着澳大利亚红酒的象征，而在下面类型那一栏里，居然更是赤裸裸的直言最大的葡萄酒庄，连网红一哥罗永浩带货都要加个前缀，可能是不知道这个澳洲的葡萄酒品牌有没有违反中国的广告法呢？也无所谓了，反正按照刚刚实行的税率，一瓶奔富葡萄酒的价格，你家要是没矿，那还是在水果摊买点新鲜葡萄回家更实惠。我们就来算算，就以奔富他们家中段价位最著名的、最具性价比的 Bin 389来说，我在京东上查了一下，这款酒现在的价格是568人民币，还标明了买3送1，其实就是430人民币一瓶。而在澳洲普通的 Bottle Shop， 这款酒大概100澳币不到，如果再加上100%到200%的关税，我们就取中间值，算作150%吧，那么大概就是250澳币，再换算成人民币，按照1:5的汇率，大概就是1250人民币。也就是说，经过我非常不严谨的计算，并且是取得税率中间值的情况下，最终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比是1:3，3倍的价格。平复一下心情，这个价格远在中国的绝大部分消费者都会望而却步吧，进口商也会大规模的减少库存，而在澳洲的各大红酒制造商和相关行业也是哀嚎一片。算了，我们这一期少聊那些糟心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想听，那就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毕竟我在澳洲，当然也会关心中澳关系，而且乌合麒麟又有新作了，这场硝烟就有足够的更多的话题可以聊了。如果你喜欢，那就请点个赞支持一下，这样我也有动力来制作出更好的视频。言归正传，好说好说，我们继续介绍葡萄酒。刚才说奔富，我们先结束这个话题以后，然后再来聊聊双方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态度吧。Christopher Penfold 其实是一名在澳洲的英国医生，33岁来到了澳大利亚，早期是用葡萄酒来治疗贫血这种病，同时自己也会酿酒卖酒。慢慢的酒卖得越来越好，干脆就抛弃了老本行，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其中他们有一位极具开拓性的酿酒师 Max Schubert， 他去到欧洲看到了波尔多、龙河谷，回到澳洲后就开始了自己对于干红、干白的实验。他不想在澳洲的葡萄酒永远只限于假烈酒，但这个项目在1952年投入市场后，没有得到市场较多的反馈，1957年就被奔富老板赫然而止。但是 Max 表面上答应了老板的指令，私下却依然坚定着自己的信念，暗度陈仓，继续酿造着日后赫赫有名的 Grange 葛兰许。是的，后面的事情你也一定猜到了。几年后，葛兰许打响了澳洲葡萄酒在世界上的名号，拿奖无数，尤其是在1971年的巴黎葡萄酒奥运会上获得了希拉葡萄酒的第1名。Penfold 在国际上的成功，自然带领着澳洲葡萄酒业的蓬勃发展。利用澳洲本地优质的古老葡萄藤以及极好的环境，加上自己本身地大物博，有着不同的气候、不同的风土，为创造出更多品种和风格的葡萄酒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在90年代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葡萄酒出口国之一。直到今天，澳大利亚对世界葡萄酒业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包括种植、灌溉、修剪葡萄藤，以及最后的酿造过程，比如酵母细菌、发酵容器，还有香味的探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只可惜，如今的葡萄酒文化早已和全球市场绑定。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澳元的葡萄酒，新关税让澳大利亚葡萄酒无法在中国销售，对数以百计的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而在我看来，这件事中澳两国谁都没有错。澳洲为了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成为西方阵营的急先锋，不惜得罪中国，这无可厚非。毕竟全体澳洲人都希望对这场瘟疫带来的经济损失和长达1年的封关痛苦讨个说法。而在中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澳洲的做法对他们政治冲击力太大，利用经济手段绑架14亿中国人的市场作为筹码，和澳洲硬刚也是符合管理者的一贯作风，完全符合国情，不容置疑。
在中国，关于葡萄酒最广为流传的诗词，应该是那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原本就是在描述出征沙场前的情景。在这场博弈中，如果你支持澳洲，那就请在非中国的地方买一瓶澳洲红酒吧，那里的价格不变哦。如果你支持中国，那也就在中国买一瓶澳洲红酒，你可以给那里的政府交不少智商税。Cheers, and also say no bullying from China. That's a fine Australian wine. 好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众口难调，好说好说。我是好什么？我们下期见。